我不晓得这个今天要安排我讲话，我实际上呢年龄已经到95岁，95岁的这个外科医生呢，我曾经呢在某一个场合也要我讲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93岁左右。有一位大学的医学院的院长，他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超过90岁的老人呐，讲话呢语有伦次的。所以呢，可能我今天假设讲话呢语有伦次的话，请大家原谅，我已经超过那个年龄。这个新的这个卫福部的部长，这个陈部长，这个理事长，各位外科医学界的前辈同仁，我非常的高兴，在这个95岁的年龄还在这边呢，能够跟我们的老朋友、新朋友见面，这个是我的光荣，我的幸福。我非常的谢谢。外科医学会成立是1967年的事情。1967年以前是台湾只有没有这个外科医学会，是台湾医学会。台湾医学会呢，我毕业的时候，我台大医学院医科算是第一届毕业，现在毕业70年了。那么我呢，同班的同学呢，现在都没有了，已经去世了。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呢，只有台湾医学会。我们有任何一个立法也发表的话呢，只能够到台湾医学会。我记得1952年。台湾医学会的总会，那个时候只有台湾医学会，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单科的或者是这个医学会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发表了5个 brain tumor 的 operation。这个5个 brain tumor 的 operation 是我们的在台湾呢第一个脑瘤切除脑瘤能够让病人5个里面呢有2个人活下来的一个病例的记录。日治时代没有脑部的手术，没有脑外科的手术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那个时候要做脑神经外科呢？因为这个在第2次世界大战，台大医院北美军轰炸的好厉害，还是1945年的5月31号。我是快要毕业的毕业班的学生代表，我是指挥我们的同学，在医院的门口接这个不断的这个涌进来的病人，就是被机关枪这个打那个战斗机的机关枪打穿了脑部的病人也有，身体好几个这个地方受伤的病人也有，还有呢，很多房子塌下来的，台大医学院的华医学的教室完全是垮掉的，台大医院的现在的旧的台大医院的中央走廊原来是木板的，也是整个都从上面打下来垮下来。我那一天因为去帮忙实验室的这个华医学的教师，这个田代教授叫做塔西罗教授呢，叫做田代。那一天呢，我恰好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晚到了，那个时候已经是田代教授跟2个女的助手，就是assistant。
都已经埋在这个瓦砾下面，没有银质。华医学的教室本身就是已经没有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那么样子悲惨的情况，台北市呢，台北的城一天之中就没有水，没有电，完全没有。我们能够逃离这个奉命啊，这个逃离台北。那个时候呢，因为有2个病人，一个日本人，一个台湾人，脑子呢被打穿了，用机关枪被打穿了脑子。有人到台大医院门口的时候呢，我们给他看的时候呢，病人还可以讲话，就是所谓lucid interval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第2天早上呢，2个都死掉了，就是台大的人活学日本的教授都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活下来。所以呢，这个现象让我决心，我一定要做一个脑神经外科。当时日本有5、6个大学的外科教授呢，已经开始做一点这个神经外科的手术，但是还是没有正式成立的神经外科。美国呢，这个哈佛博士从欧洲回来以后呢，1910年代就开始训练自己的学生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已经有差不多200个神经外科的医生，但是呢，还不够分配到这个当地全面来照顾这个美国受伤的脑部、颈椎部受伤的一种病人的照顾。所以呢，我就下定决心，台湾没有神经外科的医生，这种脑部受伤的病人谁来救？因为这样子呢，我就开始想做脑神经外科，但是呢，还没有机会。这时候呢，战争结束了以后呢，台北医国大学医学部改名叫做台湾大学医学院。那么我们变成医科的第1届的毕业生。那个时候呢，台湾的一种穷苦的情况呢，非常严重。我假设能够申请留在台大医学院，我是没有问题，绝对会被采纳，因为我的成绩是够的。但是呢，我的家是在台中，台北没有房子，没有地方住，那么医学院里面的宿舍也完全破坏掉，没有办法住。同时呢，更重要的就是3年没有薪水，所以呢，3年没有薪水的话呢，我就不能活下去了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子呢，要离开台大，回到中南部去做一个普通的一个开业医生。恰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医院在台北成立，就是日本的伟荣院。这个伟荣院呢，这个日本的陆军的伟荣院，它能够照顾所有的这个战争受伤的病人，对吧？台大医学院的一些这个医学的院长也自动先生介绍我到那边去。至少到那边去的话，虽然是薪水是很微薄但是呢还可以饭吃，每天都有3个5个大馒头可以吃。那么每天呢，就只吃高丽菜，这样子活了1年多，国防医院就跟政府呢，从政府大摆退，从大陆到台湾来，那么把这个我在的那个医院呢，当做国防医学院的第1个实习医院。这个是呢，为什么我谈这个事情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医学院来了以后呢，台湾的这个医疗体系呢，医疗的训练制度呢，马上就大改变。因为跟着医学院来的外科，我的恩师
张千林教授以后呢，就是建立了这个英美式的这个志愿医师的训练制度。我们志愿医师呢不能结婚，我们结婚了，我已经结婚了，那就没有办法啊。但是呢，我刚刚结婚，但是我要投入于他们的志愿医师的群里面的话呢，我就不能够回家去看我太太。那2个礼拜只有放假我1天。这样的一个制度呢，就是在国外现在 establish 这个 written training program。但是幸好我的这个恩师张千里呢，他就把我安排在第一个这个总住院医师的接班的一个最前面，那么让我这个完成一般外科的训练。所以呢，这一般外科的训练，这个1年中间呢，我开了800多个手术，腹部手术、胸部的手术都开了，啊，但心脏还没有开啊。但是呢，所谓的腹部的手术，我都开过了，但是差不多做800多个手术。然后这个张天林教授有关于美国的这个外科医学的发展，是这个外科的手术需要非常好的一个麻醉的这个医师来做麻醉，做全身麻醉。那以前的台大，我们这个留下来的几个这个主治医师，林天佑教授、许冠训教授，他们都是做腹部的手术。但是这个腹部的手术呢，用 Novocaine 的这个肚皮上的注射，那么作为一个 local anesthesia 来开这个刀，没有任何一个麻醉医师。那么张天林教授就是因为这样子做这个麻醉医师训练，送到美国去，完全是医师呢，当这个到 Wisconsin University 做这个训练，回来以后呢，就开始国防医学这边呢，就是说你看以前的那个小医院呢，在小南门的那个日本的陆军医院呢，就是开始做麻醉的这个全身麻醉，然后呢，这个大开眼界，很多以前不能动的手术就可以动，然后台大林天佑教授呢，跟这个高天生教授2位看到这个情况，马上就送了3个这个志愿医师，到这个陆军医院来，给我们做这个麻醉的学习，回去到台大去开始全身麻醉。这个是一个外科医学发展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条件，没有好的一个麻醉，没有办法开好一个好的刀，应该能够开的刀就能开。这个是好像是今天我们谈这个外科医学会50周年的时候，前面的18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那么外科医学会呢，就是这样子呢，大家呢，台大也好，国外医院也好，那是有2个公立的医学院，那以后当然是23年以后呢，就这个阳明医学院变成一个第3个公立医院，但是公立大学医学院就是这么2个。所以这个57年1967年呢，成立外科医学会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这些还是算是比较年轻的这个朋友一起，跟张天林教授、林天佑教授、许世健教授，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台大那个徐冠新教授已经退休了，那么另外一个高天生教授，他比张天林教授少了6岁，但是他已经去世了，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就林天佑教授的许世健教授上面，那么就成立一个
中华民国外科医学会，这个是恰好是50年。这个医学会成立以前，我有一个经验，不然呢，这是1967年成立这个医学会的这个前几个月的时候，那么美国的海军医院，当时有一个美国海军医院呢，在台北荣民学院的旁边，这个海军医院呢，来了一个这个 epidural hematoma 的一个病人，这个病人呢是一个他们的士兵，但是呢受伤以后没有多久，慢慢就昏过去了。如期的日本过去了以后，他昏过去了，昏过去了以后呢，情况很严重，快要死掉了。那么有一个美国海军医院，在这个病人呢，从台中122年又到这个台北来。那么美国海军医院的外科医生、外科主任 Dr. Perry， 这是Lieutenant Colonel 中校，看了以后呢，他那个时候各位要记得，没有 CT scan， 没有 CT scan 的情况之下呢，他 make the good diagnosis of epidural hematoma of the left side。那么这个诊断没有错，他就开刀从早上8点钟开进去，那么他有一个助手，那么开进去以后呢，很成功的发现这个 left temporal area 有一个 temporal area 有一个 epidural hematoma， 拿掉了，成功的拿掉了。但是以后呢，从 epidural space 呢，骨头中间流出来的血呢，不停的流，流到下午2点钟，已经输了12000多 cc， 是吧？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控制这个血，怎么办？那个时候是紧急啊，就是看看国内有没有已经有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有没有？那么有的话呢，我想是请你来帮忙，就这个样子跟这个学校方面联络。那么我就代表国防医学外科去给他看了以后，是吧？差不多他们在这个手术房里面在等我，那么我呢，这个放在衣服，戴了这个手术洗完了以后，这个戴了手套上去，差不多20分钟就把这个他6个多小时没有办法 stop the breathing， 就 stop。他们感谢又感激啊，非常感激，是这个问了我是在哪里训练，我当然是国内训练，但是我会到蒙特利尔接受这个我的评估的这个教训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他们就这 big name， 就是我的老师的 name 是非常的就是感激我们。再过2个月，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发生了以后呢，我就在这个外科医学会，我就开始提出这个主张，我们需要外科医学里面再分一个专科的一个制度。那么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就是跟林天佑教授、跟许树坚教授讲，我们必须要外科呢应该有一个专科的训练，专科的一种认证，这个一定要做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卢光顺教授医生呢可能开些医生可能大反对，所以就一直拖到这个林天佑教授的4年过去了，他做了2任。那许世坚做了2任，卢光顺做了1任多，他得了病，那么2任还没有做完的时候呢，有一段时间这个杨大东这个教授呢带领他，到我呢第7任、第8任的时候呢，我就提出了这个 idea。那么
当时那个时候是我也不是一个组长，也不是部长啊。那么再过几年，我离开了以后，我做了1981年到84年的2任外科医学会的会长。那恰好做完了以后呢，我不晓得什么原因，我就是被找到行政院长找到，这是总统的命令，要我接卫生署署长，做了4年半的卫生署长。中间呢，我医师法里面呢，把专科医师的制度呢换进去，然后呢，所有的外科、神经外科、骨科都变成一个能够独立生存的一个专科。然后呢，以后呢，我想各位都知道，慢慢的很多次专科就develop出来。我讲这个，就是因为个人的经验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。我们有专科医师认证的制度以后呢，我们的一种外科呢突飞猛进，现在非常的在全世界，我们的医疗的一种 system， 我们的外科的进步可以看得出来。前面我们发生郑宝那个时候的所有的医生跟医生中间的合作，所有的医院跟医院的科跟科中间的合作，所有的医院跟医院中间的合作，都是无懈可击，非常的这种合作。我们呢，让很多外国的国家呢，认为台湾的医学的进步，是真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就。那么呢，我想是我们的今天外科医学会开的时候呢，我回顾以前我们经过的一个苦难，又是辛苦，不能结婚啊，不能吃饭，不能过任何一个时间去游玩。每2个月才有每2个礼拜才有一天的off的情况之下，我呢能够忍受做一个我想是我们的外科的一种进步的一种brainstorm啊，就是及时的。我现在，我像是刚刚部长也讲过，现在的医疗的一种制度，能让很多人全部不要做外科了，做外科太辛苦了，太危险了。但是呢，我还是鼓励年轻有为的医生呢，还是来进入外科来帮忙我们外科的一种完善。我1981年接了外科医学会的会长以后呢，我推动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of the Sciences。那么我开了很多会，参加了很多会，包括东南亚外科医学，就是外科医学会，包括国际外科协会，的所有的开会，包括很多有关神经外科、神经内科方面的一种世界性的一种组织，我们的参与，我们都努力去突破以前的瓶颈。我们这样子呢努力过来，现在看我们的这种同仁这么努力，这么发展，那么让我们能够在世界能够站得住的外科的一种团队啊，我们国家的团队，我非常的感谢。现在我已经年龄95岁，现在也没有什么贡献，但是呢，我还愿意成为 lifelong student， 永远的学生，来向各位同仁学习。
来学习到我不能够呼吸的时候为止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各位健康愉快，万事如意，谢谢，谢谢。